本来想说要不要卡拉 OK 的，想说啊，最近好像大家都很忙，都没有唱歌的兴致，所以算了，我们还是乖乖的上 HSK 吧。好，还不错。好，OK，各位同学大家好，哇，好多同学已经上来了哦。今天梅老师跟我们一起上课大家啊，好。一个星期没有看到梅老师了，大家都很想念梅老师哦。梅老嗯，师，我们刚刚聊到天气开始冷了，对不对？对，看我现在啊，要穿一件外套，然后梅对我老师要刚才，披一件外衣，对不对？哎我呀，这个是围巾，一个围围巾。巾哦，披条围巾。那老师对，呢？李乔老师穿一件外套。天气真的开始冷了哦，台嗯湾最近都在下雨，而且呢，这个温度开始下降了。然嗯，后今天下午又还有地震，台湾今天下午有地震，哇！我家住10楼，哇，感觉到那摇个啊！我那个时候正在做课件，然后我就突然，诶，怎么回事？我怎么突然这样摇？啊，开会痛吗？始摇了，理查老师，哇，真的很晃诶，我那个时候你在10楼哎，那么高。台北这里是4级，嗯，台北这里四自己级，已经是那蛮很厉害了，大的。我觉得。然后正央在东北，东北台湾的东北部是6级，6级多。对，哦，所以那个时候地震很大，不那会不过会有很多伤亡？没有都 那就 OK，没有伤亡。然后不过已经很久没有大地震了，所以不嗯，过住在台湾的人都已经习惯地震了，所以我哦，们很镇定，我们就是这样嗯摇，让它摇吧，让它摇。我们嗯，我们大概心里知道什么程度要躲起来，感觉哦，OK。感觉这个震度还没有必要躲起来，所以我们就很镇定、很冷静，让它摇。嗯然后嗯，还有2次，这个地震有2次，然后摇了1-2分钟有了，摇很久，1-2分钟哦。好，我没经历过这个地震。广东我没有没有地震，经历过，广广东没有，东没有。广东没 OK，有地震。那英国剑桥那里也没有地震没有。哦。那这个还是不要体验的好。不要不要。对啊，好，哎，阿能怎么了？阿能说他能哦，发高烧、全身酸痛、咳嗽。咳嗽，哦，那已经两，你要注意哦。那阿能那个你赶快去休息吧哦，今晚你对，就不要听课了，赶快。能看医生吗？阿能？对，那个高烧，然后全身酸痛还咳嗽，有点像那个心莫冠的那有种感点严重的觉。感觉。阿能，你今天晚上先早一点睡吧，先不要对，听课。就那明天起来，如果还是不舒服，就像梅老师说的，你应该要去看医生哦，嗯应该要去看医生哦。嗯，阿能，你今天先去休息吧，今天不要听课了哦，可以听老师的回播，没关系哦。好，好，还有谁？诶，今天就不，裴静嗯，说很惊讶发现理查老师当一位学生。这个梅老师，我跟你说，刚刚那个在脸书啊，嗯有一位那个汉语学习机构吧，他们嗯在脸书上面直播，嗯那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去听他们脸啊书上的直播。那位老师叫平老师，那他教的内容蛮有意思的，我就留下来听了，然后我就留言，然后很多学生就觉得，哎，李晨老师你怎么来这里？我说我也要学习中文呢、然对，后，然后，因为我觉得平老师的教法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在那嗯边学习。然后他们对，就很惊讶，为什么我也在那边当学生？他这们可能就是觉得你已经是老师了，怎么还需要学习？其实我们当老师的也是要不断的学习，没错，人活梅老师，到老学到老嘛。没错，梅老师，我们可能不需要再学习中文，但是我们需要学习这位老师的教法。对，哦，每个老师的教学方法都不一样，所对，以我们就是会去学习一对，下。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师也要学习不同的东西。很多同学在那边问：“哎，老师你怎么在这里？”然后就开始。不过我蛮惊讶的是，那个平老师知道我，哎，他认识我，哦，因为他就说
他就说我觉得很多刘老师，人都在看理查老师你的课。对他知道我，所以我还蛮惊讶的。对啊，好，我刚刚又看到一位同学说盛行，盛行，盛行是来自泰国的朋友，不过他现在住在台湾，所以他知道今天有地震。盛行说今天地震很大，吓了我一跳。老师那边都还好吗？我这里没有什么问题啊。盛行可能泰国那里没有地震，所以盛行觉得有一点就吓了一跳。理查老师已经非常习惯了，我是很镇定的。我印象最深刻，我长这么大，就是印象最深刻就是2008年中国的汶川大地震。对那个真的是，哇，那个时候啊，太惨了，真的很惨。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台湾那个新闻每天都在报，然后因为我有参加志愿者，所以我们那个团体叫慈济，我们就是赶快想办法要组团，赶快去帮忙。我们那时候有很多团过去赶快帮忙，因为那个真的很严重，然后情况很惨烈，真的那个真的是那个一辈子忘不了了，那个地震真的太严重了汶川地震。然后我当时也是在上班，然后突然间接收到这个新闻，我们把这个课都停下来了，就说死了很多人。然后当时我们都在那里带着，我当时教的那些小朋友是幼儿园的小朋友，然后带着他们小朋友默哀，然后那些小孩子就说老师，什么叫做默哀？什么叫做地震？然后，因为他们很小，他们不懂。那这样我们就教一下默哀吧。默哀就是，因为各位同学你们可能不晓得什么叫默哀了哦。默哀，好，我先把字打出来。默哀，默哀基本上你们看到这个词就知道它的意思了。默就是沉默 ，silent，对，哀就是你觉得哀悼，就是你默哀就是这样闭着眼睛，然后你为那个死去的，对，就像梅老师这样子，然后你是为死去的人祈祷所以我们叫默，沉默，你不能讲话，你眼睛闭着，然后非常诚心的非常的就是你不可以讲话，你就沉默的然后这样子祝福死者，祝福死者，这个叫默哀我们常常会说，来，我们默哀3分钟，默哀1分钟。对，我们一般都默哀1分钟，大家就会这样子，然后头低低的，然后呢，心里就想说，祝福你们这些亡者能够平安，不能说平安，能够一路好走，类似这样子嘛。就是到极乐世界安乐，对，就是极乐世界能够，就是到了，就是意思就是到了天堂，没有烦恼，没有病痛的地方。对，没有错好，我们就会这样说，这个叫默哀，你们要学起来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遇到很不好的事情，有很多人死掉了，我们要为亡者默哀为亡者默哀。好 ，OK， 对，阿能，大家都说阿能，赶快休息吧阿能朋友，阿能朋友，好好休息吧。你可以这个永祥，你可以说我的好朋友阿能，希望你早日康复Priscilla 来了Priscilla 你好，佩佩猪你好，好，那么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同学要跟我们讲话？不是贝拉尔 ，Hello 贝拉尔来，你好，来自孟加拉。你好。静慧说你们那儿下雨吗？我这边下大雨。梅老师，你那里有下雨吗？我这里今天没有下雨，昨天有一点下雨，然后明天估计从明天开始1个星期都可能会有下雨。台湾已经下了很久了，英国常常下雨。英国就是一年一天可以经历1年4季。就是气候变化很大，对不对？气候变化很大理查老师适合。不是合适，适合了米磊，你用适合这个外套，适合理查老师适合这件外套这件外套好 ，OK， 好，再念一次，理查老师适合这件外套好
好，OK，那我们就来上课吧。对对，日本的这个3.1大地震是很严重，那个也海啸，那个 对，tsunami，哇，那个海啸，好像是看那个画，2002年有大海啸，是不是？东南亚的，那是东南亚的，对，那也是嗯，地震，不过那个伤对，亡是海啸造成的，海啸造成的。嗯那日本这个3.11是很严重的，这个真嗯的全世界都知道，这嗯，个很严重，对，好吧。大好，家如果遇到地震的话，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哦。好，OK，那么我们就来上课吧。好，梅老师，我们呢今天来学习3个词汇。好，那等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中级词汇 嗯 HSK Level 5。那我要嗯，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这3个词汇。第一好，个，第一个就是猜测，猜猜测。测，好，第二个，第二个裁判，裁判，第第三个。三个采购，采购，好，这3个词呢都很有意思。那我们来先学第一个词汇，猜测。嗯，好，猜测呢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其实梅老师，猜测就是猜的意思，对不对？猜对，测，其猜测实就是对猜，猜测。嗯其实如果各位同学你觉得猜测这个词有一点困难的话，其实猜测就是猜的意思，就是 to 嗯 guess，猜测。不过我觉得猜测有比较正式一点了。猜测稍微的正式一点。我们平常说话都说猜就可以了。猜嗯猜看，猜一猜，我们都嗯用猜。那猜测是比较正式的用语，比较正式嗯，，more formal。好，那我们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就是我们只能猜测比赛的结果。好，我们只能猜测比赛的结果，就是你现在不晓得比赛的结果是谁赢还是谁输，所以现在你要知道的话，你就只能用猜的，你就只能用猜的，所以我们只能 only，只就是 only，能就是 can，only can take a guess，就是猜一猜，猜测一下比赛的结果。好，结果就是最后的可能是比分，对不对？可能是那个 嗯，score，对，3-1、1-3之类的这个叫结果，比赛的结果。好，我们只能猜测比赛的结果。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下面。好，这里啊，梅老师，我们现在呢，先教各位同学猜测当动词用好了猜好，测当动词用。嗯那我们就是主语加上猜测，再加上句子吧，或者是宾语就可以了嗯，好，那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这个句子很有意思，我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第一个，好，第一个猜测，好，第第二个，二个没有，好，第三个火星上，梅老师，什么是火星？火星就是那个地球后面那个就是火星，对不对？对，地球后面那个就是太阳系里面的星球对分成7大星球，对。现在嗯，以前本来我们最早学是9大行星，现在好像越来越少。对，八大，现在好像变8大了，有一个八大，有一个那个好像叫恒星没有了，对，有一个星没有了，最后一个对，星没有了。嗯那这个火星就是我们说金星金，Venus，再星、来是水地球，星，金星、地球，再来是火星所以 最后 Venus、是火 Earth 星的金星，对火星一个木那星，一个土对还有星，木星跟土星，对火嗯，星的英文就是 Mars 啦讲到 Mars 大家就懂了，火星 我 Mars。看同学们都写的答案出来了，答案都写出来了，那我们他们赶快把它太厉害了。念完。第四个，好，科学家们生好，命，生命。好，这题太简单了，同学们马上把答案写出来了。好，我们看一下恐龙的句子好了，麻烦好，梅老师。就是科学家们这个门字要加单人旁哈，对，因为单人旁是指人物的门，然后呢，去掉单人旁呢，就是门就是 door，英文就是 door 的意思。
科学家们猜测火星上没有生命，还要加一个句号。对，加个句号哦。好，穆同学的句子呢？对，科学家们猜测火星上没有生命。对，这个句子是正确的。正确的。好，等一下，有点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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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点热了，还是把外套脱掉了。讲的时候有点兴奋了，然后就是讲课的时候开始那个全身就开始发热了。有时候会这样哈，说话的时候会。没错。好，那这题呢，丽芬的答案，请梅老师帮我念。科学家们猜测火星上没有生命。好，没有问题。好，各位同学，猜测很简单，你猜测后面加上一个句子就可以了。那你猜测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哦？好，这题大家都答对了。我们看下一题。好，下一题呢，猜测也可以当名词，对，可以当名词。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猜测。好，第二个他所有的。好，第三个所有的就是那个 all。好，第三个是。好，第四个都。第五个对的。好，各位同学，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猜测它所有的就 like all of 什么东西哦。那这里老师要教各位是猜测是当名词用哦，名词用。好，各位同学，你知道答案吗？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好，怎么大家有了？裴静的答案来了。好，麻烦梅老师。好，他所有的猜测都是对的。哇，好厉害！那这里所有的猜测是个名词哦。好，这个通通同学的答案。好，他所有的猜测都是对的。很好，答对了，很好。好 ，Dana 的句子呢？这个他换成就是都可以的，这是男孩子的他。他所有的猜测都是对的，也要加一个句号哈。对，要加句号哦。然后那个他，我现在就是女生嘛哦，所以你可以用女字边哦，女字边的他。好，OK， 没有问题哦。他所有的猜测，名词哦，名词都是对的。All of her guesses are correct。好 ，OK。这梅老师，我觉得我们的题目都好简单哦，没有问题。不过呢，我觉得不要出太难，因为最主要是让学生知道猜测有动词跟名词两种用法哦。好，我们也可以建议他们自己来做一个句子，也可以。也可以。好，我们等一下让他们试试看好了哦。好，那么接下来这个有一点难了，接下来这个有一点像是我们的常用语了哦，比较常用的词语。那这个比较难，不过我觉得梅老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还是让大家学习一下哦。对。好，梅老师，你帮我念一下这常用的词汇。妄加猜测。好，妄加猜测。这个妄加，我觉得各位同学不用想太多，就有点像胡乱猜测，意思是一样的。对，意思是差不多的。好，妄加猜测或胡乱猜测。对。胡乱猜测就是随便猜测的意思，就是你觉得东猜猜西猜猜，随便乱猜。那有些事情是不能乱猜的，所以如果你说我们一般用胡乱猜测或妄加猜测，我们会说不要，我们特别会说不要胡乱猜测，一般会叫人家不要乱猜。我们会说不要胡乱猜测，一般会用在否定 negative 的句子上面哦。不要胡乱猜测哦，就叫人家不要乱猜的意思哦。那妄加猜测、胡乱猜测，我们的英文都是 like have wild guess， 那就是乱猜的意思哦。好，那么我们这里呢，这个梅老师先帮我念一下这个小句啊。好，如果你。好 ，if you， 如果你 ，if you，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猜测。好，第二个
证据。好，证据就是 evidence 啊 ，evidence 证据。好，第三，胡乱。胡乱。好，第四，第四个，不要。不要。第五个，没有。好，没有。好，这个句子有一点点难哦，看看你们会不会。娟娟说，如果你没有证据，不要胡乱猜测。这个你这里呢，不用逗号。对。但是呢，你可以把这个逗号移到没有证据的后面。对，娟娟，你看我这里还有一个，你这里要写字，然后踩逗号哦。所以娟娟，你的逗号放错地方了，你的逗号放错地方了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宋平的句子，对不对？好，就是如果你没有证据，不要胡乱猜测。对，如果 if 你没有 you don't have 证据 evidence if you don't have evidence 不要就是 don't 对不对？don't like don't have a wild guess 不要乱猜的意思，不要随便乱猜。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我们常常会用胡乱猜测，前面通常会说不要，你不要胡乱猜测哦，就是不要乱猜，不懂的事情不要随便乱猜。我们很常用妄加猜测、胡乱猜测哦，这个蛮常听到人家说的。虽然比较难，你们还是要知道一下哦，知道一下。好，那我们再找一位同学的句子来念好了。好，麻烦梅老师。就是如果你没有证据，不要胡乱猜测。不要乱猜哦，我们要有证据才能够去讲这件事情哦。好，OK。那这个请各位同学把它记起来，妄加猜测、胡乱猜测，我们很常用这些搭配字词哦。好，我们再往下看。好，第72个词汇，这个词汇叫做，好，梅老师帮我念一下。裁判。好，裁判，裁判是 referee or umpire。哎呀，这个裁判到底怎么解释呢？太难解释了，我给各位同学看图就好了。这个就是裁判哦。裁判，梅老师，裁判通常是在运动场上面，对不对？对。比赛的时候，对不对？对。裁判是做什么事情的人？还有在足球里面。足球里面，对，没有错。还有足球场里面也会有，很好。哇，梅老师，你的儿子太厉害了，裁判这个那么难的词他都知道。不是，因为他去踢足球。哦，他就知道裁判这个词。对。其实裁判就是你在踢足球、在打篮球、打棒球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裁判在那里，他会告诉你你有没有犯规，然后呢，两个队伍是几比几，裁判呢就是负责这些事情的人裁判。那你们看到图就知道什么是裁判了。通常球场上面都会有裁判裁判。好，来，我要请雷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就是裁判宣布比赛5分钟后开始。好，这个句子不难。裁判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裁判哦。宣布就是有一点正式的说出来。对，就是很正式的场合里面。对，宣布一般都是比较正式的场合。然后你要宣布的事情是比较正式的事情。比较 important and official issue。宣布就是 announce， 简单说，宣布就是 announce。比赛就是 the game or the competition。5分钟后就是再过5分钟再过5分钟，5分钟后开始就是 start or begin。裁判宣布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比赛5分钟后开始。裁判宣布了这件事情。好，各位同学知道裁判的意思了吧？好，那这个词其实如果我们在运动场上啊，其实很常看到这个词。裁判就是一个人，一个职业，他就是拿着一个哨子的。对，口哨他会拿个哨子，对，他会拿个哨子。然后他就会如果有人犯规。他就哔哔哔哔哔哔哔。如果有人 against the rule， 他就会哔哔哔哔哔哔哔，你犯规了，出去，对，出去。
就会这样。这个就是裁判，他会拿个口哨。有时候他会，如果是足球或者篮球，他会有一个黄旗。对，有个旗子说你犯规了，你犯规了，好 ，OK， 那么我们往下看一下。好，那这里呢有一个句子要考各位同学，那么我请梅老师先帮我念这里。好，就是运动员受伤后，好，第一个。马上。好，第二第二个。个，比赛。第三个。第三个，停止。第四个。裁判。好，运动员就是那个 athlete player， 运动员就是在球场上面打球或者是运动的人运动员受伤就是你可能不小心摔倒了，你会受伤，对不对？不小心被刀子割到了，你也会受伤。受伤就是 like get hurt or get injured。好，后就是 after。好，那么裁判怎么样了呢？你们来告诉我们吧。运动员受伤了，裁判应该会做什么事情？你看，各位同学，这个运动员他受伤了，因为他跌倒了，他受伤了。那这个时候裁判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好，你们告诉我答案。好，来，梅老师，你帮我念一下永祥的句子。就是运动员受伤后，裁判马上停止比赛。对，然后那个裁判他就会比出这样的手势，对不对？停止比赛，因为有人受伤了，比赛必须停止好 ，Malik 的答案，麻烦一下梅老师。这个运动员的员字写错了运动员受伤后，裁判马上停止比赛。对，那梅老师，裁判应该会怎么做呢？裁判可能会拿一个哨子出来，对不对？他先吹一下哨子，对，让大家注意到他。哔哔哔哔哔哔哔，然后他就会说运动员受伤了，比赛马上停止，比赛马上停止，然后大家就不能够再比赛了好，了解了好，我们再找一位同学的立新好了，好，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就是运动员受伤后，裁判马上停止比赛。好，停止就是 like end or stop，比赛要停止了，不能够继续了好，哎呀，这个题啊，大家都会呀，好简单那马上是在 HSK Level 4，就是 right away，马上就是立即马上就要赶快做一件事情，立即的意思立即。好 ，OK， 好的，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梅老师，我要问你一下裁判的话，一般来说，英文叫做 referee。裁判是不是就是像这样图里面这样子的？通常是球赛或者是拳击赛里面的这样的人我把这个图放大一点，各位同学，裁判就是像这里的人，像这个是穿白色衣服的这个人，对，穿白色衣服的，他会看两个人在比赛，但是他没有参加比赛。对，他不是运动员他是在那边看两个运动员在比赛，看他们有没有得分，有没有 get scores， 看他们有没有犯规 against the rules，看他们有没有犯规，这样的人就是裁判裁判。那我们还有一种很像裁判的词叫评委，梅老师，你们叫评委吗？对，我们叫评委因为我们这里叫评审评委。好，各位同学，评委是怎么样的人呢？你们应该都看过《中国好声音》，对不对？那个节目不是有人会这样按那个按钮，按那个按钮，对不对？你过关了，you passed the game， 过关了。那样的人，他不是在运动场上他是坐在我把这个综艺节目上面。对，他可能是坐在一个电视节目或一个歌唱节目一个 talent show 你们就会看到像这样的人，他们就叫评委。梅老师对不对？这个叫评委。对，评委和裁判稍微一点不同，就是评委他可能会对你这个比赛做出一些点评。对，他会留下 comments。你今天唱的歌很好听，你过关了。你今天唱的歌不好听，不可以，你要怎么唱比较好？评委会点评，会给你 comment， 这个叫评委。
评委一般都坐在桌子上比较多了哦，比较不会走来走去。评委一般就像这样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会看你表演，他会看你 perform， 他会看着你 perform， 然后这个就是评委哦。所以各位同学，裁判通常是运动场上面的哦，通常是运动场上面的。对，评委通常是在一个类似这个 TV program 比较长哦，或者是就是一种节目里面的这种叫 umpire。那还有一种评委，他这个裁判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裁判，他也是坐在那个也对那个高一级的裁判，就是这个是运动场上的裁判，就是穿白色衣服这个，但是他有一些裁判呢，就是比如说就是游泳比赛啊。跳水比赛啊，这些裁判呢，他是坐在那里给评分。这个比较像评委，是不是？梅老师，像你刚刚说的是游泳比赛的话，这个裁判其实是坐在那里会给他评分的，这个叫评委，对不对？所以评委也有可能是在运动场上的，不过他是坐在那里看你表演，然后给你分数，会给你分数，他不会像这个裁判走来走去的。这个裁判会走来走去，看你有没有犯规。像篮球比赛或棒球比赛，或像这个拳击赛，他会看你有没有犯规，他可能会走来走去。评委一般是坐在那里看你表演。像梅老师有一些体操，对不对？对，体操的话，他是评委，因为他们是坐在那里给你分数所以这个叫评委。所以评委不一定是在综艺节目，有时候在运动场上。你也会看到评委，评委一般就是坐在那里评分的人坐在那里评分的人叫评委好，那有同学还会问老师什么叫法官？法官就更不一样了。梅老师，法官跟裁判、评委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等级吧，就是裁判就是最初级的。然后评委是中级的，那法官呢，就是有决定权的，他就是最高级的。然后法官一般都是处理法律事件比较多。对。那法官你们会常常在哪里看？喜欢美国达人秀啊。好，那法官会出现在一个地方，有没有同学知道？梅老师，我们考一下各位同学好。好。各位同学，法官会出现在哪个地方？你们在哪个地方会看到法官？有没有各位同学能够告诉我？乒乓球的话是评委，对，对，乒乓球是评委，对，乒乓球的话是评委，没有错像游泳比赛、体操比赛也是评委法院。好棒哦，丽芬，你答对了。法庭也可以，法院跟法庭的意思差不多。对，好，法庭也对，立新很棒。各位同学，你们在法院或法庭就可以看到法官。那法官通常会拿一个锤子，对不对？然后会敲那个桌子。这个法官你们会看到，他喜欢拿锤子。锤子。好，这个我们叫锤子好，所以我们可以说法官会拿个锤子，那评委跟裁判他就不会拿这个锤子了，对不对好，OK， 了解好 ，OK， 好，有没有问题？裁判是否老师，裁判相近是否还有 offer 官员、绕员的类型？来听2个例句。例句中分别提到了 offer 下信官员 security official 安保官。裁判梅老师，裁判好像没有政府官员的意思有吗？政府要员。我觉得裁判没有像是政府官员的，但是评委可能会有一些是政府官员，有这个可能性。对，那个裴静。裁判我觉得就是运动场上的，就是一个职业啦。对，一个职业，运动场上的。不过评委可能有不同的意思，评委可能会指的是政府官员，有可能。评委除了是你现在看到这个评分的人，
也有可能是政府官员。对，好，那我们台湾是叫评审，评审。好 ，OK， 好 ，OK， 了解了好，那我们往下看。好，我们看最后一个词语叫做采购。好，梅老师，采购这个字我们是不是用在商务中文比较多？采购，就是比较用在现在来说呢，也可以用到那个就是买东西也可以，日常生活中，对，日常生活买东西也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出去采购食物呀，其他的对，可以。好，各位同学，采购原本是用在比较正式的地方，比如说就是发展成今天这个语言来说呢，就是可以，就是现在的这个很生活化了，已经。对，其实采购就是买的意思啦其实采购就是买的意思，就是购买的意思。对，购买，其实采购就是购买的意思。那采购本来是用在商务中文上面，就是我帮公司采购产品，我帮政府采购产品。不过现在因为很常用这个词，现在日常生活也可以用采购，比如说妈妈去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对，爸爸去采购一些衣服等等的，现在也可以把它当做类似 to shop or to buy 的意思，日常生活也可以用。我们这个采购呢，一般是采购这个量要多一点点的，一般我们会这么说。对，没错。而且是品种多一些。采购一般会买的东西的数量比较多，种类比较多，这样或者是比较正式的购买，我们就会用采购。其实各位同学，采购就是买的意思了简单讲，采购就是购买的意思比较正式的用语。比赛中我们常常说评委，对，没有错。不过这个丽芬，我们所谓的评委一般是不会走动的，一般就是坐在那里评分的人坐在那里评分的人，而且比赛也会有评委，有的比赛会有评委，不是每一个比赛，不是有的比赛有评委，那有的像歌唱比赛，他们那些人就是评委歌唱比赛会有评委歌唱比赛也许不会有裁判，但是有评委。对，歌唱比赛一般不会有裁判在那边说你唱错了什么，不会，一般就是评委坐在那里给你分数的好，那我们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就是曾先生在这个公司负责采购茶叶。好，曾先生，曾昨天教过了，是一个中国的姓氏曾先生。因为昨天有同学说可不可以念陈先生，不行，我们要念曾先生。他是姓的时候呢，就是曾。对，它是个多音字，念姓的时候要念曾。曾先生在这家公司负责就是你要去处理这件事情，你要去处理，你要去全权去把它完成或管理这个叫负责。英文就是 be responsible for 负责 be responsible for。采购就是去购买啦去购买茶叶。曾先生要帮公司购买茶叶，茶叶昨天也教过了，我是故意用昨天教过的词那更好，温故而知新。对，温故而知新采购茶叶。曾先生他的工作就是去采购、购买的意思，购买茶叶购买茶叶。好。而且是帮公司购买茶叶。好，我觉得梅老师刚刚说的很好，其实采购跟购买的意思几乎是差不多的了采购。好，那我这边写给各位看，购买跟采购。我打错字了。那个，但是呢，这个采购，我觉得采购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用在公司或者是企业的大量采买、大量购买。采购还有一个用法，就是比较常用在公司上面、企业上面的大量的购买。你买很多东西而且是用在公司上面的，我们会用采购，就比较不会用购买采购还有
一个比较常用的用法就是 for a company, for an enterprise， 或者甚至帮政府采购government 这个比较会用采购，这个时候就不太会用购买了这个时候就购买一般是就是范围比较小一点范围点，比较小，比较个人的，比较采购 personal。就是范围大一点、广一点的。各位同学，如果你用购买，就像梅老师说的，好像是你 personal purchase。那如果你是采购，比较用在公司买很多东西、很多产品的时候，我们就会用采购所以我们常常会说，采购可以用于商务中文 （business Chinese） 可以用在商务中文上面好的，那我们往下看。好。那这个采购就是买的意思，那我们有个相反词叫销售，销售就是卖的意思，卖的意思，对。各位同学，我再说一次采购就是买进来买。那销售就是你把你的产品卖出去，那这两个词都一样常用在商务中文 （business Chinese） 好，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念一下这里？好，就是第一个采购员，那它的相反就是销售员。好，所以采购员就是 buyer， 销售员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salesperson 采购员。梅老师，你们那里会不会说采购人员？有，也可以，对不对？对，可以。各位同学都可以。你有没有加人？销售人员，对，都可以有没有都可以不用太纠结，都可以。你可以说采购员或采购人员都可以好，那这个也麻烦一下梅老师。这个就是采购订单，对，订单就是上面你要买的东西是什么？对，你就是把你需要买的东西就全部列出来，叫做采购订单。对，然后让采购订单就是呢，你把你要买的东西列出来，然后你就会请采购人员去买。采购订单就像梅老师手上拿的那一张，你把你要买的东西写出来，这一张就是采购订单。然后公司会请采购人员拿着采购订单去采购，去进行采购。没错。好，我们再说一次采购人员会拿着采购订单去采购，去进行采购。对，进行采购。各位同学，我们刚刚说的采购有名词用法，还有动词用法。梅老师，我问你，我们可不可以只说采购，然后就可以指那个人，他是一名采购？可以，你简单的来说，比如说理查老师，我跟你是采购人员，你的职业是采购，我的职业是销售哈。对。然后呢，可能我们有另外的一个老板，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你的老板，就是你是甲方，我是乙方这样子啦。对，没错。各位同学很有意思如果你要说 buyer， 你可以说他是一名采购。可以。他是一名采购员，可以。他是一名采购人员，也可以。他都是 buyer 的，就是把它简略掉而已。对，没错。那所以各位同学，采购的意思可以是那个人、那个职业、那个 job，也可以当名词像采购订单，这里就是当名词用，也可以当动词。我采购了很多产品，当动词，我采购了很多产品。所以采购太好用了，你可以当名词，可以当那个 job， 你还可以当动词，太好用了。就像梅老师刚刚说的，采购人员拿着采购订单去你可以说去采购或进行采购都可以好，那相反就是销售订单，对不对？对。销售订单就是你要卖出去的这个订单就是销售订单，就是你要就是 sales， 好，直接用英文就是甲方那边订购了这一些
货物的产品名称，然后你要销售给他，对，会就是这列出来。样子。好，订单就是英文的 order 啊，这个你看到那个 order 会有一张纸，上面都是写你要买或卖的东西。那如果是一个 job position，这个经理他是采购部的，我们可以说对，采购部门的经理，对，你可以说他是采购经理，他是 purchasing manager。那如果他是卖东西的经理，你就可以说他是销售经理 ，sales manager。好，采购经理、销售经理。那这里呢，当名词这里的采购是当做名词用。那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属于商务中文 （business Chinese） 会用到的字啊。好，哇，有人以前也做过采购啊。哇，有人以前做过采购，很好哦。你可以说他做过采购就可以了，你也可以说他做过采购人员哦。好的，Malik 这个句子蛮有意思的。要买之前先写采购单，给总经理签字，才可以去购买。对，你要得到他的签字，不然你买回来了，到时候他说没有啊，我没有允许你去买这些啊，没有同意啊。对，好 ，Malik 一定当过采购，他好了解哦。对。好，木问的这个问题，梅老师你觉得呢？售货员等于销售人员吗？我觉得不等于吧。梅老师有什么差别呢？但是售货员就是很小的一个售货员，就是在大型的一个超市里面去当一个售货员。但是销售人员呢，他可能就比这个销售人员呢，他可能也去管理这个售货员。这个可能性。对，售货员比较像在一个店里面管 clerk， 就是他在比如说售货员应该是在一个店家里面卖东西的人，比较像是售货员。销售人员，我觉得 salesperson 常常会要出去吧，卖东西吧。而且他是这个销售人员呢，是大公司的，售货员呢，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部门的。对，部门或店里面的。对，一个门店里面就当一个售货员。对，像我们百货公司里面会有很多 department 部门，里面比较多售货员，里面会有售货员卖衣服卖什么的。销售人员一般他会穿西装、穿衬衫，穿得很帅，对不对？很帅气，然后会拿着商品去卖的这个比较是销售人员。不太一样，我觉得销售可能会介绍一些，他可能拿着一个那个产品的说明，或者是说明细节去跟人家解释。这个销售人员会跟人家推销为什么他要推销这个产品。对，那英文的话，售货员比较像 clerk， 那销售人员比较像 salesperson 那 clerk 一般就是在店里面的。或在一个百货公司的部里面的好的，了解了吗？希望你了解好 ，OK， 这个都是商务中文会用到的啦。你们平常如果没有在工作的人，比较少接触到这些词汇。采购比较正式的用法就是买的意思，销售就是卖的意思，这些都是商务中文比较常用到的词语好，那我们再往下。好，我们来考考各位同学，到底懂不懂怎么用采购这个词好，采购就是 to purchase 好，来，梅老师帮我一下。就是第一个词语，丽丽。好。第二个，公司。好。第三，电子产品。好。第四，帮。好。第五，采购。好，这个句子应该没问题。电子产品就是 electronic products。梅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东西是电子产品啊？电子产品，比如说手机。对，手机就是电子产品，还有电脑，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也是，电脑也是。对，还有那个计算器，电子计算器，电子计算机也是，还有。很多啦只要里面有机械的东西，大概而且要比较像手机这样的
有电子机械在里面的哦。好，有的手表也算是电子产品嘛，机械手表。就是比如说电子手表。电子手表，对，这个也是电子产品啊。好，哇，大家答案好快，都出来了。好，我们看一下 Watchung 的句子，麻烦一下。就是丽丽帮公司采购电子产品。好，哇 ，Watchung 好厉害哦。再来我们看一下 Dana 的句子。丽丽帮公司采购电子产品。哎呀，我们同学的程度都太好了，哇，怎么都会啊，水平太高。就是理查老师教的很好。应该是题目太简单了。好，西健康的句子。好，就是丽丽帮公司采购电子产品。好，没有问题并不难，大家都懂了。刚刚是不是有人问了一个题外话？风云人物是什么意思？美丽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风云人物是不是也是看着那个武侠小说多了？可能看太多 drama 了。美丽，风云人物就是很受欢迎，大家会很注意他的人，叫风云人物。就是他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就是很备受大家的关注吧。对，然后呢，通常大家会喜欢他，是 positive，是好的，肯定的。像可能学校里也会有风云人物，比如说哇，这个男生好帅哦，他好会打篮球哦，这次比赛他得了冠军，哎呀，很多女生都这样看着他，哇，好帅，好厉害，好会打球哦。这个人，其他的男生就你看，女生都只爱他，他真是他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啦。我们可以把他定名为他是我们学校的篮球风云人物。对，篮球的风云人物风云人物就是很受大家注意、关注、受欢迎、关注的人好，Malik 说我没有当过采购。不过我在上班的公司各个部门要买东西之前要先写采购单的。对，必须要先写。对，公司要采购产品，一定要先写采购单，要先写那个 purchasing order，purchase order 哇，大家都对商务中文还蛮了解的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吧等一下。怎么变查购？是采购吧？打错字啦 ，PM 打错字了。我们老师的眼睛很利的一看就看出错字来了可能有时候就是打拼音的时候呢，就稍微碰了一下的。这个不能怪大家啦，因为中文真的不好打，不像英文那么好打英文不用选字嘛好，OK， 我们往下看。好，来，各位同学，刚刚老师教你们的是动词。现在呢，我们来学习名词怎么用名词怎么用？好，要麻烦梅老师。就是第一个，老板。好。这份。好。第三个，订单。好。第四个，批准了。好。第五个，采购。好，其实采购订单也可以说采购单就可以了啦你这个订可以不要说也没关系。采购单就可以了。那梅老师，我们这里有个词可能比较难，什么叫批准？批准是什么？就比如说一个句子，就是一件事情得到了批准，就是或者说你请假，像阿能刚才请假哈，阿能说老师，我今天我不舒服，我要请假，然后李子豪老师说好。我批准你，批准了，对，去休息吧，就这个就是批准，简单的理解哈。没错，各位同学，像你在学校里要请假，你要问老师，老师我可不可以请假？如果老师批准了，那你就可以请假；老师没有批准，你就不可以请假。批准有点像同意，而且呢，通常我觉得批准给我的感觉是同意之后会签个名，对。同意了批准除了是同意 agree 的意思之外，通常这个人会 sign his name 会签名的，表示他同意。好，你那个假单给我，以查老师就会签我的名字，说我同意你请假签名。好，我批准了。
所以批准一般是你会给那个人一个纸或订单，就是一个书面语的单据。对，一个单据或一个书面的东西。然后呢，我如果 say yes， 好，我批准了，我就会签名。好，我同意你去买东西，我同意你去采购，我同意你请假，这个叫批准。通常批准都会还有签名的，要同意签名的啊，要签名再同意的啊。好的，哇，怎么大家答案那么快？我们都还没有解释完，答案就出来了。好，我们看一下佩佩猪的好了。好，就是老板批准了这一份采购订单。太棒了，采购单也可以，采购订单也可以哦。好，再来是 What tune？ 老板批准了这一份采购订单。好，那我们再强调一次，批准是同意的意思，而且呢会在上面签名，表示你同意了，表示这个人同意你去采购了啊，这个叫批准。所以老师可以批准学生请假，老板也可以批准你的采购单。所以批准的意思就是 approve，agree and sign the name， 表示他同意了哦。好，哇，我觉得各位同学怎么都我们一讲他们都懂了，太厉害了，我还以为我要解释的很久呢。理查老师在关于学习汉语的油管圈里是风云人物。理查老师是风云人物。应该不用说那么复杂啦。理查老师理查老师是教汉语，这个好像有点奇怪。这个我觉得，风云人物就是引起的轰动很大的。对，而且我们不会叙述这么多啦，我们就会说他真是个风云人物，就这样就好了。通常是这样用，不会说讲那么多。你可以说哇，理查老师的中文教的真好，他在 YouTube 里面教中文，很受同学们欢迎，他真是一个风云人物讲多一点就可以了好，对，好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然后我们刚刚说到了，采购也可以当做一个 job， 一个工作，对不对？一个职务，一个 position， 一个职务所以我们可以说采购就好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采购员，我们还可以说采购人员。在这里，采购是当做一个 job， 一个 position， 就是 a buyer。好，那我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好，就是第一个词语是在，好，第二个词语这家公司，好，第三个词语就是做，好，第四个他，第五个采购。好，这里我要教各位的是，采购的意思是采购员或采购人员。那梅老师，我们如果它的相反是不是销售员？对，销售也可以，销售或销售员好，我觉得大家答案一定一下又跑出来了，都跑出来了，有30个。在刷屏好，我们看一下体验。好，就是老板还是之前那个，怎么等？好，我们看那个 Pen， 也是之前这一个。怎么会这样子？好，那我们换一个裴静好了，裴静。就是他在这一家公司做采购，就是作为名词用。好，Pen 你写错了应该说他在这家公司做就是有点他在这个公司做采购，不是他在做采购这家公司。对，不行Pen 你改一下好，那健康的呢？如果你要说他在收购这家公司是可以的，收购还有一个收购，但是呢，不是说他在做这家公司的收购，在采购。对，好，他在这家公司做采购员。对了，可以，采购员、采购人员，或只说采购也可以我们就懂意思了哇，大家怎么那么容易就懂了好，娟娟最后这个娟娟的句子。好，他在这一家公司做采购。对，很好。
那就是我们说的 buyer。那如果是当 salesperson，你就可以说他在这家公司做销售，可以，我们就知道是销售人员的意思。好，好的，我觉得今天的课很重要，因为这种商务中文比较少教到。比较少教到。对，如果你要去找工作，必须要懂一些这一个。对，要懂一些商务中文，business Chinese。好，那么我们可以来考试了。连老师，今天有三道题目给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先来念一下我们的选项好了。好，第一个就是采购，好，第二个猜测，好，第三个裁判。好，我们的题目是，我不确定，那只是我的什么呢？哎呀，这题一定又刷屏了，太简单了啦我不确定 ，I'm not sure， 确定就是 sure，I'm not sure。裴静最快了。那只是我的什么？That was merely a，他做采购在这家公司。鸿飞，我们不会这样说一般我们都是会说他在这一家公司做采购。对，我们中文比较常先说那个地点先说地点，时间跟地点我们比较会先说他在这家公司，先把地点那个 place 先说出来好，我觉得我们看一下永祥的句子好了。我不确定，那只是我的猜测。好，那只是我的猜测。永祥答对了，很好。我们再看宋平的好了。我不确定，那只是我的猜测。好，我觉得大家都答对了。不过梅老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同学，你觉得这里的猜测，它是答案没有错。这里的猜测应该是动词还是名词？请你们告诉我们。梅老师，我们不能说，我们先不要说。对，各位同学，请告诉我们，猜测是个名词还是动词？在这里，在这个句子里面，猜测是动词还是名词？好，请你们告诉我们。好，我不决定，是我不确定哦。娟娟，你写错字了，我不确定决定跟确定不一样哈。不一样哦，差很多哇，答案已经出来了，佩佩猪名词，谢健康名词。永祥说这里猜测是名词，哇，对，这个答案就非常正确了。这里的猜测是个名词。我最喜欢永祥这样的写法了，他都是写完整的句子，对，很棒，很完整。好，不是名词哦，娟娟是名词名词。好，猜测这儿是名词，好，很棒Some sample， 你很好，很棒，答得很好。Sicon 名词，米磊名词，大家都说名词，表示大家懂了。太好了，都理解了，都理解了。我们看第二题。好，我们请梅老师比较辛苦一点，帮我们念一下。不辛苦。第一个词语就是采购，第二个词语猜测，第三个词语裁判。好，这题的题目是，这是我们什么什么部的经理范先生。好。这是我们部的经理范先生。好，这个部就是 department 我们公司里都有很多部门，不同的部门，对不对？我们有采购部门、销售部门，还有人力资源部门等等等部门就是 department 部。经理大家都学过了，就是 manager manager。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姓氏一个姓氏范所以 Mr. 范范先生。这题一定又要刷屏了啦太简单了。好，采购。好，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完整的句子。好，我最喜欢读完整的句子了。好，请连老师。这是我们的采购部经理范先生。好，很棒。好，范先生。好，再来我们看永祥的。这是我们采购部的经理范先生。很棒，永祥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宋平的。这是我们采购部的经理范先生。哇，好厉害的宋平再来 Pen 要反败为胜了。这是我们采购部的经理范先生。
好，梅老师，像这样的句子，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个情境怎么样，对不对？你看这个图，他们在握手，对不对？所以感觉好像是他们在做介绍，在彼此介绍彼此，对不对？这位是我们的经理，我们采购是我们采购部的经理方先生。对，这个有点像你向别人介绍你的经理那个感觉。对，就是我向你们介绍理查老师，这是我们的教汉语很棒的理查老师。对，然后他也是采购部的经理。理查老师也是采购部的，那么正式，好，然后理查老师就会这样，理查老师就会这样，我是采购部的经理理查老师今天我来采购茶叶，你们的茶叶品质不错，这是我的采购单，请你们的采购人员去采购这些茶叶我就可以这样用。我还以为理查老师说这是我的名片。对，也可以。这是我的名片你好，多用一下采购嘛好。对，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对可以，各位同学，名片就是 like business card， 我们中文叫名片叫 business card。好，名片。那你们比如说你们在一家公司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名片跟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好，我是这个理查老师这个汉语中心的这个经理你好，然后你就会递给他一张名片好，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采购部的副经理，好，可以副经理也可以的，对，有副经理，有总经理。对，副经理 like vice manager vice manager 副经理很好。这是理查老师的名片，对，这是理查老师的名片。以后理查老师有名了，我就要去印名片了，我就要去印我的 business card， 然后就要跟大家介绍，你好，我是吴理查，我是教中文的老师，你好就是这样子。对，这是我们的店长理查先生。我什么时候变成那个 shopkeeper 变店长了这是我们的店长理查老师他平常还会教汉语这样。好好笑。好，来，我们还有最后一题了好，好的，要麻烦梅老师第一个采购，第二个猜测，第三个裁判。好，来，我们的题目是句子就是选手们向什么抗议？好，选手们向抗议。好，梅老师已经把抗议演出来了，抗议就这样，抗议。裁判不公平 ，unfair。我抗议，我不要戴口罩。对，我刚好把答案讲出来了。那个你会说谁不公平，谁不公平，抗议 ，protest 的意思 ，protest。你不满意对方这样子做，你就会抗议。有时候在街头上会看到有人抗议，对不对？游行抗议，对，游行抗议，我们中文叫游行抗议。有时候你在街上会看到有人在游行抗议，他可能会抗议政府或抗议不同的人什么的，抗议一件事情抗议。就上次比如说我们在伦敦1个月前吧，好像有那些人抗议要给10到15岁的孩子们打疫苗，就抗议。你可能不满意政府做的事情，你就会去街上抗议，我要打疫苗之类的，我要加薪 ，I want the raise， 对，经常会有这个加薪的那个跟公司抗议。对，那有的人呢，他的抗议方式是罢工strike， 罢工，对。就是对公司的不满了，他会罢工了。对公司啦，或对政府不满，你就会罢工。我觉得在欧洲常常遇到罢工，经常会有。我去德国的时候，我才去2个星期，我就遇到了2场罢工。他那个火车都不开了，火车司机罢工，所以火车就停驶了。对所以罢工就是 strike 抗议，罢工也是一种抗议好，那在我们这样子闲聊的过程，同学们已经把答案都写出来了。
好，我们看一下有是可以的句子好了。OK，就是选手们向裁判抗议。抗议你判决不公哦，裁判对你不公平 unfair， 你不公平，我抗议不公平。你会对裁判抗议，会向裁判抗议，通常你觉得他不公平 unfair，你觉得他判决不公平哦，他的判决不公平。对，抗议是不同意、不满意，或者感到不公平的时候。对了，没错，你的理解很棒，很好。你通常不同意我的薪水怎么那么低，我要去抗议。我不满意，为什么这个政府对女人比较歧视？抗议哦，这个你感到不满意、不公平，你就会去抗议哦。呀，对，有点像那个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的意思哦，抗议。好，那么选手向裁判抗议，我们的答案就是裁判裁判。好，哇，我们今天啊，哇，梅老师，我们今天啊，把3个很难的词汇把它介绍完毕了。我觉得同学们应该都听懂了，应该都听懂了。我觉得理查老师就是你跟他们讲上的这些课，都是把就是比较难的一些内容呢，都用得很口语化、很通俗化，所以理解的比较容易一点。不然有时候用太难的句子啊，你光理解句子就很难了，那个本来的字你就更难理解了哦。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要特别谢谢梅老师，梅老师很辛苦，我的句子就丢给他念，梅老师念，没有没关系，这念句子不辛苦。好，那梅老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我们下个星期我再想想我们下星期要干嘛吧。梅老师有没有想说要干嘛？我觉得如果说理查老师要上成语课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找一个成语故事来讲一讲，就是跟他们讲一讲也可以。介绍个成语故事。提议如果理查老师要开那个卡拉 OK 的课，就是大家的要求。好，那各位同学这样好了哦，这个直播课完了之后呢，你们留言好了哦。直播课完了之后，你们留言，希望下一堂课梅老师跟理查老师呢要做什么样的节目比较好呢？你如果喜欢成语，你就写老师我要成语，老师我要 HSK， 老师我要卡拉 OK 大赛，老师我要 free talk， 老师我要哦。你们在直播课之后留言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做什么。你们比较喜欢，我们都以你们学生为主的哦，都以你们学生为主的哦。好，那今天已经有人说 karaoke 了。OK， 其实我也好想唱歌。那下一节课就是你要上来哦，要准备。对啊 ，Sicon 你已经说了，那你要上来唱歌哦。好，这个我也好久没唱歌了。我们在就是理查老师应该也是很想唱歌了，是不是？哎呀，我这喉咙开始痒了，好想唱歌哦。要不要现在来展示一下？现在啊，大家要睡觉了，还是先不要？等下睡不着了。我忘记卡拉 OK 是什么样的了。因为丽芬你好像还没有唱过，对不对？他好像上次他应该没有参加我们这个卡拉 OK 课。好，各位同学没关系，我们呢就是看你们了，你们留言告诉我们。我觉得好像他们有这个意愿呢，下个星期开个卡拉 OK。那我们来看看好了，因为梅老师你的歌啊，还有的歌你上次还没有唱到的呢。我还有2首，对，我选好了。歌词我还留着哦，歌词我还留着。好，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觉得今天的课怎么样的，有什么意见的，有什么想法的，欢迎你们留言给理查老师还有梅老师哦。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梅老师，谢谢你不客气哈，希望下周我们再见。好，拜拜。好 ，OK 排队。OK 排队。好，梅老师再见喽，拜拜。好，那今天呢，要再一次感谢梅老师，梅老师很辛苦的哦，还要特地来教各位中文，很不简单。那我们谢谢梅老师。那下个礼拜你们要上什么课？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我们一定会帮各位同学好好准备的。那我们明天见，各位同学再见喽，拜拜。